欢迎大家收听多 Radio。那这一集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博人的 founder Gary， 来跟我们聊聊，因为刚刚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些合作，然后在本周也会有一个活动，也希望请就是对于 Gary 来跟我们聊一下博人，然后对于博人有更多的了解。那可以请就是 Gary 跟我们讲一下，说博人是一个怎样的组织，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创立的？嗨，大家好，我是 Gary， 我是博人的 Gary， 然后也是博人的主理人。博人它算是一个品牌，也算是一个 label， 然后以前也算是一个频道，但是基本上我们4年之间一直在做一些变化。对。然后其实前2年我们比较多的是在做一些像 outdoor 的那种 live session 的 video，然后以及做一些音乐活动。到后2年我们反而是转到做一些偏互动跟策展方面的计划。简述来说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的 concept 其实都是在结合自然跟科技，有点像是结合一些代表自然的有机的东西，或是一些代表可能音乐跟互动或科技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其实是在做这2 topic 的碰撞跟结合。因为其实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有了解到说，其实博人的理念比较像是音乐，可能也不限于电子音乐，还有自然，还有可能说比较互动式的这样的呈现的形式，去变成是它其实也没有限制，说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展现。所以我记得之前从博人是2020年成立的嘛，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刚开始的活动好像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宝藏岩算是比较前期，对，宝藏岩算是第一个活动吧，对，算是第一个比较正式的活动。但在更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以前那个 B1 一个算是一个测试的小活动。然后你是说建国那个对 B1 吗？以前那个 B1 那个 club party 的时间吗？还是应该是在，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没办法做太公开的活动。哦，对啊，那个时候 B1 已经结束，那时候好像还没结束，还没结束。但你们当初，我记得好像以前，我有点不太记得，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成立的？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这个其实要讲到我的 background，因为其实我过去都一直在有在 DJ，然后我的本业其实是做品牌设计跟 video production，所以那是我的专业部分。但就在疫情的时候，就那时候所有事情都停摆了，就没事情做啊，没有案子啊，所以我们以前都做一些像 MV 或广告类的案子，对，所以那时候没案子做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也刚好以前大部分都是在服务客户，接客户的案子，有比较商案，对，商案类的，然后就做的有点，也算是做的蛮厌烦的吧，就是反正你知道甲方乙方那种，对，面对客户的那种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不如可以趁疫情的时候开始，可能收敛一些我的兴趣跟专业，然后慢慢有一些想法想要做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博人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牌，它也不是一个多宏大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拍摄计划，有一个好玩的计划这样。对。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我不太确定是之前在别的访谈还是我们聊的时候，你有聊到说，好像刚开始是你们是一群可能说很喜欢去户外露营啊或怎样的爬山的朋友，然后才想说有没有可能把就是像音乐或者是这些影像的东西跟山林结合起来嘛？它其实算是我们有意的想要做一个拍摄计划。那你想要做拍摄计划，你势必得去找一些资金跟资源。那时候我们找到的方式就是我去投了一个文化局的台北市文化局的补助，对，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关于影视相关的计划，所以我们想了一下，就觉得说，那我不如可以做一个结合户外 concept 跟音乐的这样的算是 live session 的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也是看了很多国外的案例，比如说 Circle 啊，或者是像日本、韩国都有一些团体在做。所以当初是因为很有一个强烈的动机跟感觉，想要在台湾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当时比较应该是几乎没有人在电子音乐领域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蛮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尝试看看吧，所以就写了这个补助。因为确实国外如果说在 YouTube 上面是可以找到蛮多大家是会去山林之间，但是你们做的方式又比他们更怎么讲，更算是更精致嘛，或者是说好像有带到更多不同的山林的内容，因为大部分呈现的方式，除非是那种真的去发表作品比较偏 MV 那一种的企划，不然大部分的方式都可能就是我把器材搬到户外，然后
后就在那边放歌，这样。但你们还结合就是不管是影像还是音乐的制作在里面。但是这个是第一次你们想要这样做吗？还是你们第一次想象中的形式是什么？其实第一次一开始就想这样，就想要做一个很完整的，就想要做一个很完整，然后以及因为我其实不只是台湾没做过嘛，我其实也想要做一个就是 maybe 国外也比较少人做过的模式，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我就很确定我不要做 live set 的 live session。而且是一定要做是 original， 因为这个蛮有趣的是，等于是你可能说原本就有在关注等于国外在做的这些事情，对啊，然后你有发现说，那你有发现说，就是有些事情是可能国外没做到，或者你想到说觉得，其实这个是更好玩，你觉得那个点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应该说，或者用问比较精准的问法是说，如果说一开始博人想要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以形式上来说，跟深度来说，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来讲。如果是形式的话，就是我一开始就很确定我不要做 DJ set 的形式。懂。第一个是我觉得 DJ set 它不是在真正在表达自己创作的一个方式，它毕竟还是算有一点就是我比较间接一点，用别人歌间接的方式，它比较像是二创的范畴。所以我一开始就很觉得是，既然我是一个到自然要去取材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我就会觉得那一个真实的原创性的东西是很必要的。对，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我其实有给每一个 artist 定一个规则，就是 OK， 我邀请你来演，那基本上你们一定要做 live， 就一定全部都是 live set， 对，全部都 live set， 就算你是 Ableton 的，我觉得也 OK， 但一定都是要你自己做的东西。而且像因为我们做了3季吧，像第一季的话是最严格的，就是你要做30分钟的 original，然后一定要是 live set。然后像第一季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partner， 他开发了一个 mixer， 然后那个 mixer 它可以结合4声道的 surround sound。那时候surround sound还没到现在这么普及，对，他那时候有做了一个 demo， 所以第一季其实我们那个 mixer 是用自己开发的一个 mixer， 然后在现场就架4个 speaker 嘛，就围绕在所以四周。其实表演者在现场他是可以听到自己。对，他有一个他的 mixer 上面有一个就是控制的旋钮，可以控制你的声音从比如说他一样是做4轨，4轨你哪一轨的相位是怎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也算是我们把这些内容包到补助里的一个写法啦。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蛮完整，就是想要呈现的形式跟可能说实物上面怎么做的方式，对，是算是蛮完整，而且也算是蛮确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以及因为是补助案嘛，所以你当然也得做一些比较严格的确实研究跟 proposal，所以第一年就还算蛮完整。那因为我们本来 background 就是做影像的团队嘛，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资源就是其实蛮顺手可以去马上去做这件事情。但当时例如说在 curate 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想过说，可能说你们当时有一个目标的，就是 audience 会是谁吗？或者是，例如说想要让大家怎么感觉到，以及感觉到什么？就是当时有设定 TA 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得太广，我觉得基本上算是我个人喜好吧。就是纯创作。我觉得对啊，去找一些本来我就认识的 producer 的朋友，比如说YCD 诗婷啊，或是像Sonia 啊之类的不同的人。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做 live set 的 producer 其实也还是没那么多，所以基本上到现在也是对，所以基本上还蛮容易去筛选。对，那基本上我就是大概有想了一下，可能风格的脉络吧，就是我一定是不想要太 commercial 的嘛，然后那也不要太舞曲，对，也不要太舞曲，偏聆听，其实都有啦，有些大部分都还是会有一点舞曲，也都还是只是。因为我们这个计划的最一开始是会带 artist 实际到那个地点，去取样那边的声音，然后他们再回去做成30分钟的音乐，然后再回去那边做拍摄。有时候有点像归于回游这样，就是归于回游 sample 完之后 ，sample 完之后，所以大家都去同一个地方。没有，每个人是去不同的点，所以我们就是会真的有不同的 team、不同的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去这些户外的景。但是就是 specific 那个地方取样的声音，我要回去。对，像我第一年就去了花东9次。所以1年去了9次，就是为了去带大家去跑各种地方，而且还包含场勘啊，因为那些实际上拍摄点在事前准备，你一定要去看更多其他不同的点，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要在那边拍。而且除了音乐上有这些限制之外，关于场地上也有很多限制，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极端，我完全不想要拍到任何人工的东西，连电线都不要拍到，所以我环绕的 speaker 也不要拍到。没有，我如果是我讲 stage 好了，stage 上的话是可以啦，只是说我背景的所有自然的画面都要是纯自然，就是我不要看到任何人造的东西，也不要看到任何人。
人，所以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想法，真的跑了超多点。所以我们就第一季拍了6集吧，实际上应该看了20-30个点有，平均一集大概要看五六点跑不掉，差不多。然后还要真的去，有点像有时候真的会去跋山涉水，比如说你叫什么溯溪，对，有时候还真的会去溯溪，然后去找那个点，或者坐吉普车到一些本来人跟车到不到的地方。可是那这样到最后就是那些装备就是直接人背啊，就是我们就是帮 artist 也帮我们背啊，就是 artist， 然后我们所有的摄影厅，我自己我们都背了，就是变成其实每一次大家出去拍这个都算是真的是去爬山，去运动的，去探险吧。从场看，然后到就是到最后真的又要去那边再表演。但这样你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开始想象说，那 artist 再到那些地方，他们开始在 sample 要采集一些声音素材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例如说，他会不会就是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声音吗？还是他们就是很 free 的，就是在那边就是？其实还蛮 free 的吧，就是给配就是可能耳机跟那个录音机，然后我们就会跟着他嘛，因为我们也会侧拍一些东西，对，所以就蛮看那边当地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有可能看到牛就可以去录一下牛的声音，或是风的声音啊，然后鸟声啊，昆虫的声音等等之类的，或是有时候可能你刻意把石头丢到水里，或是走路踩那个地板的声音，或是树叶的声音之类的，就等于大家其实算是取样的过程中都算是蛮顺利的，就是因为或许搞不好也不用到很刻意说是，对，其实不很刻意，因为你一定会做一些转在制作的过程，你会调整那些声音的效果，或是 frequency 之类的。但他们这样通常这样，如果说从取样完到最后可以再回来做演出的时间是这个东西是你给他们，还是他们会大概跟你说我可能会需要多久？算是互相配合吧。当然，因为也不能拖太久。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其实都是在大概我记得应该是1年，大概中间4-5个月把它全部拍完。因为也要避开冬天，或是避开不适合夏天真的太热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都选春天去采集，然后后来到秋天左右再回去拍摄。然后这就是博人的刚开始，就是从这个文化局的这个比如说衍生出来的这个，应该说也不说衍生了，但就是这个案子这3季的这个是博人的一开始的开头。对。然后到后面是应该说除了在跟自然就是山林这些交物去做互动的过程中，是开始慢慢往在可能说台北或是各个地方去办，可能说不管是市集啊，或者是室内的活动，或是 party 这样。我的理解好像是开始会可能说一些 venue 去办活动，那是应该说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可能说转变，或者是怎样的契机去做这些事？其实，在当时前2年不算转变了，因为本来那个创作计划就持续在做嘛，就那几年基本上都就是一直在做，但是做这件事其实它就是做，它其实不太可能有太多延伸或是很延伸的行为，或是真的可以变得很品牌让我去跟城市接触的行为，它就是一个载体，一个影像作品。因为前面就是等于是跟人，其实跟群众的互动会比较少，主要就是我想要怎样的景，我想用怎样的形式呈现，然后就是 artist 摄影团队跟就是影音的团队进去把这个东西制作，对，然后就是一个完整，像你讲的一个完整的影音的作品出来，对。那也就还蛮顺理成章，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东西，那就会开始想要办一些活动嘛。那我个人在做博人之前，其实我以前的经历就是办了很多，长期都有在办活动的经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还蛮合理，就想要以博人这个角色或者这个单位去也来办一些活动。那我们当初一开始其实会想要找一些在城市内很有自然感觉的地方，比如说哪里的某处花园，然后把它包起来，或是像宝藏园的，对啊，以前跟别人办活动的地方就把它包起来，所以一样其实也蛮类似的概念，就是我们会去找一些不是夜场，而且算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就是不要往夜场，就是就等于是怎么跟大家，就是大家都在办活动，那怎么跟大家做的不一样，同时就是博人的活动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一开始就是我确定就是不要往夜场走，然后我想做以白天为主的活动，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大概下午开始，然后到晚上 maybe 9点10点结束，就刚好接到本来夜场要开始的时间。但因为那例如说要开始办活动，变成是那你可能原本因为活动最好有人来嘛，可能说原本对于说这个活动，像你刚刚有提到几个关键的点，你希望是在都市，等于是在水泥丛林里面找到一个自然的地方，希望是白天，就是 maybe 我想可能就是不要那么 hyper， 或者像大家印象中所谓 gathering 就是要 party 的那种感觉。当初可能说你们是怎么去抓这些元素，或者是说除了像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多绿盎然的元素，那还有包含说那可能说要到整个视觉
跟音乐，还有说可能现场的一些细节，你当初会是怎么去构思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啊，因为大家都有去过一些 party 的场景，但其实你要想要说哦，我要怎样是一个，例如说特别是在台北，要做出一个很自然的，但是就又不要说到这么很说单纯聆听的一个这样的活动，要怎么去呈现？其实我觉得当时做派对其实还是以舞曲为主，其实我蛮多会结合一些可能 maybe 早一点的时段，也许可以放一些 ambient，或是放一些比较有机一点点的那种有一点点 beat 或有一点点 grooving 的东西，然后到后面还是会往到一些以曲风来说，可能还是会往 techno 跟 breaks 来走。只是我们在不管是合作的 DJ 在那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意的去想要做一些比较不是这么硬，或是不是这么地下的感觉吧。其实我们想要呈现是一个更对，就是更有机，或是有一点点部落感的那种。因为其实我好奇的是，因为其实大概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过去可能说你也有去过，就是台北，就是或者是台湾各地不同的 club，然后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会觉得你过去接触到的场景会是比较偏 underground。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状态。我自己现在其实不觉得还有在存在什么 underground。懂，但我应该说我会想到，就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说，例如说那样的活动，你有想要说来的客群会是怎样的人？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要 build 到一个好玩，我自己喜欢的活动。那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当时就会吸引到可能也许跟我的性质比较像的人，或是一些可能我觉得比较偏设计师吧。我觉得设计师或是有一些喜欢自然的，有些自然文青类的族群。反而对，确实我觉得跟可能在夜场看到的人会稍微不太一样，但还是有些重叠了。但一定是有。对，比例上来说会不太一样。因为我记得后来你们活动蛮多都是可能说有蛮多的意象是，包括像是结晶啊、光啊，或者是雾这样的意象去做，不管是包装还是呈现。那为什么会是往这个方向走？其实在这个方向的前提下，是因为我其实在当时我很有意的想要把展览的概念放在派对里面，所以像每一档派对我们其实都会结合一些可能像装置，或是有一些不同的 artist， 结合这些内容的主题，就是我们还是想了一些跟自然有关的元素，所以才有刚刚说光啊、雾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元素。它这个命题才能够合理的去结合，不管是音乐或是视觉或是装置展览之类的各个，甚至是现场的，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可以融合所有东西的一个元素。因为其实我会有一个感觉，因为做装置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特别是在派对里。但是事实上做装置又是一个其实蛮麻烦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们刚开始在说因为在户外的时候，等于是大自然就是一个就是天然的装置，但变成是如果回到都市里面，然后又想要去做一些可能说不管是跟你们想要传达的意象比较可以结合起来的装置，然后特别是又需要在那个场地去组装这些东西，找到合适的艺术家来做合作的话，在这一块上面有什么新的或甚至是有遇过怎样的挑战嘛？因为等于是你同时又要 hold，等于说现场的这些布置，还有因为以前可能说办 party， 我们只要美术组，如果你有美术灯光找好，然后 artist 找好，音场弄完就 OK 了。但是现在如果又加了装置进来，那又是可能说又是另一个挑战，特别是这装置它可能不只是装饰，它还要有互动性。的话，这一块可能说你的经验或者是过往的挑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挑战就是还是在于比较偏商业面的吧，就是你的预算啊，你怎么控预算？你预算从哪里来？你实际上能够宣传到有达到一定的人流效应。我觉得其实挑战是在这边，但对我来说，其实挑战反而不是在我怎么跟 party 结合，因为可能也是我的背景关系，因为我们以前拍那种广告片，就很自然而然你就得去串各个角色、各个职位的人，所以有些那种做美术道具的、做拍摄、做摄影的、做剪辑的导演什么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还蛮擅长或者蛮习惯去做这样整合的事情。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把原本拍摄上的思维放在活动里面而已。比如说，就自然就我缺什么我就找谁，反正就问嘛，花时间，然后去聊，去提想法等等。可是那我会蛮好奇一个问题，是因为可能说过去可能说在我们存在在甲乙方的那种关系里面，等于是客户给多少预算，我做多少事情。虽然客户你的想法今天很棒，但开的预算就只有这样，那我只能帮你做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今天是自己的活动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个想象，但同时又可能是包含又有很多预算的限制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或者是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去看待或者去解决这个等于是这个冲突？其实我觉得就是你那个事前的准备，或是你的预算表要抓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都会做那种 P&L 表，就是损益表在一开始都抓的好几个版本，低标、高标什么等等的都会先做啊。所以其实
就是尽量用一个风险最低的方式去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预算其实也算是自己控开一个目标值，然后在那个目标值看能够做到怎么样最大的效果。但这样会有发生过，例如说是会有遗憾的状况吗？例如说，可能我这一次我其实想要做到这样的事情，但可是因为看完大概开完整预算之后，发现其实我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会有这种状况。其实你应该说每次多少都会有时候可能是在于音响上的预算，或者是装置上的预算，或是可能这个艺术家本来就比较贵一点，其实都还是多少会有。那我其实也就觉得就是怎么讲？那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蛮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因为毕竟活动，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一次性1日或2日的一个载体，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那时候我们办活动又是以一个好玩为出发点的心态，所以其实就没有想要把它弄得太严肃吧。对。但这样想起来，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可能说刚开始是在户外做一些比较 curating， 算是 producing 做作品的形式，然后或者是回到可能说都市人生活的场域、聚居的场域去做一些可能说偏向是 gathering 的活动的一些事情。你有哪一些活动或是哪几个活动会是你觉得特别有印象，或是特别值得去讲？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从一开始做到可能活动就是开始做博瑞的初期，跟到可能说到比较晚近，就是比较熟悉之后，对会有不同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一些可能说不同印象深刻的点。比如说你有可能说前期有哪一些事情是你特别有印象的，不管是活动啊，还是说比如说第一次想要在都市里面找一个合适的场地等等。我觉得前2年。其实到去年其实都还是其实每一档活动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就是每一档我都会想要做装置嘛，然后场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每一档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可能每3个月又要重新 run 一遍，我要找哪个场地，我要找谁合作，音乐要做什么，视觉做什么。其实每一档都还算蛮印象深刻，因为每次做的东西都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样讲好了，你觉得我觉得这样问比较好。你觉得做起来最顺的一次，跟可能说做起来挑战最大的特别？我觉得最顺也挑战最大，应该说规模最大的，应该也是去年那一场。就去年我们有一场在南港瓶盖那一场，对，那一场我们就是在一个大仓库里面去做，然后那时候找一个雷射艺术家叫阿卡张方宇，对，找他来合作，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10米乘10米的一个雷射的一个投影，就是有结合光雕，也有结合真的雷射，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是光是硬体上就还蛮挑战，因为我得去找到就是超高联名的投影机才能够打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又能够确保它跟雷射的亮度不会差到太多，因为雷射是很亮的，你如果投影变得很薄弱，其实你声音那个光会直接被吃掉，所以我们得去找跟它的亮度差不多等级的投影机，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场地他们本来就有一台投影机，原本好像听说他们买要大概500-600万的那种等级的，就也算运气嘛，就算便宜借给我们。所以才那时候就是解决投影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还有延伸像一些我现场的布置要怎么做啊，我要找谁做。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找了一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个艺术家，就直接联络他，然后问他有没有兴趣，把他的作品放在活动内去做结合。他之前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之前都摆在可能美术馆或是艺廊之类的。那他也蛮有兴趣，就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结合跟载体，就也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那一次你们等于是现场其实比较真的是植物或是自然类型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比较透过可能说现场的雾或是光影去呈现一些像洞穴感或者是怎样对的那个概念吗？对，那场其实算是以稍微再更科技的感觉去有点像转移自然的一场，但我的舞台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植物的元素，然后像那时候整个场域的后面还是有一些关于植物的装置。这个是算是你说目前感觉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它挑战性最大的地方其实在于天气吧，因为其实我们办的活动几乎每一场都有下雨，就真的几乎每一场都有下雨。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蛮多比较都是偏中大型的活动，但你们其实博人从大概去年就是23年的差不多算是9月10月偏向年末的时候，有开始举办更多比较偏 workshop 类型的形式，然后是更强的互动性，或是还有包含像亲子啊，然后跟可能说跟植物等等，还有相关的就是互动直接产生，可能说算是音乐嘛，或者是跟 AI 有一些结合。这个应该说这个尝试是怎么开始，或者为什么会起心动念想要做这件事？就是刚刚有分享，我其实在可能比较以往的派对活动里面，我都想要结合一些策展的概念，所以我对于这种策展的想法其实是越来越强烈。然后我也一直在找，就是可能电子音乐除了就是可能舞曲或派对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媒介或是什么样的玩法。所以在去年开始，我就其实还蛮有意想要找一些可能可以做一些比较新的东西的方式吧。所以就有找到了一些可能一些互动的控制元件，然后也就自己开始在研究一些这些关于声音互动的东西。那其实 workshop 来说的话，去年刚刚分享那个平安工厂，其实就是有做的第一次。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整个活动的主题是山跟雾嘛，那时候其实还有想到了一些媒材，其实也是水晶。其实水晶这东西一直都对我来说都还算是一个蛮喜欢的一个媒材。那时候刚好因为刚刚分享找到了那个互动的控制元件嘛，所以我们就也尝试说，那怎么样让水晶可以透过触摸去发出一些声音。然后那时候的概念其实是想要做有点利用水晶跟利用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做一些关于疗愈的声响，以及做一些关于疗愈主题的 workshop。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其实就做了这样小规模的一个尝试，然后到后面慢慢其实就想要越做越多吧。然后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有接了那个台湾博物馆他们的馆庆，其实在那馆庆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生态缸的装置。然后这个生态缸里面就是只有真的植物，有水，然后有好几个水晶的触摸的元件，然后每一个都会有不同的疗愈声响。然后它那个技术是可以透过你每一次触摸，都会有产生一点点不同的效果，然后每个人也会有一点点不同的效果，所以那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主题去做。可能是我个人的兴趣，但方便问一下那个控制元件是什么东西吗？就是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那个控制元件它算是例如说是一个电子零组件，然后是可以例如说它的原理是什么？是接收电流吗？还是怎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侦测生物电，把它转换成 MIDI 讯号的一个控制板。对，所以它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原理去把一些可以产生导电的东西的讯号，比如说你人体或者植物或是蘑菇等等大家常见或者水果，它可以把它转换成 MIDI 讯号。那 MIDI 讯号就是一个可以跟音乐沟通的一个讯号模式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trigger 就是不同的东西怎么样让它连到 MIDI 讯号，比如说不同的模组、不同的合成器就可以去产生它，让它达到一个发出声音的效果。那当然它在中还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啦，比如说我得挂一些效果器，我得挂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让它可以产生不同的变化。就 MIDI 讯号出来之后会呈现怎样的？对。但是我好奇的点是，例如说，因为确实过去就有人在做，可能说是像你刚刚讲的，可能说截取，可能说生物电，可能植物本身的生物电，或是一些不管是土壤啊这样的生物电去做，可能说音乐的创作或者编曲等等的。那在可能说博人的工作坊里面，你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例如说是，那个控制人是透过人触碰吗？还是其实是他接到可能说不管是你讲的水晶或者是植物，或像蘑菇这些上面，然后由人透过人去触碰什么的，去产生这样的，等于说电流嘛等等。其实这个模式从去年底到今年中都有一直在做一些变化，像一开始其实是透过水，就是我水当做所有东西的介质，然后水会吸附在水晶的毛细孔，但是水就是一个最好的导电体嘛，所以最一开始是透过水，但透过水后来又发现可能有点太抽象吧，所以到后来发展变成是我抽象，好应该这样讲，水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物质啊，它没有明确的存在跟不存在，你只会觉得它实跟不实，所以后来慢慢的我也把它发展成就是可能触摸一些真实的物件。比如说后来变成是摸真的苔藓，等于是我不用把整个东西充满了水，我是把苔藓喷湿，然后透过苔藓去连到水晶，所以后来我们的玩法就是等于是你也同时摸真的苔藓，是活的苔藓，再去摸水晶，它就达到一个导电的效果，然后就会去触发那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效果。那你例如说你们在挖掘这些不同的媒材或是介质的时候，有发现什么
比较很多有趣的特性，或者是有，比如说以有机物来说的话，其实最好的有机物还是导电，就是水分比较多的有机物，比如说水果，或是可能以植物来说，可能是 maybe 多肉植物对，它的效果其实会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有发现，就是如果你今天人体本身的你流汗流太多，你的电解质会流失，然后你就会造成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没办法导电。我说流汗流太多，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现？就是我们之前有在户外做过户外做过工作坊跟装置，然后就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怎么样都产生不了效果，然后原本还以为是可能电脑坏掉或者是机器坏掉，因为在户外嘛，可能会以为是过热，后来发现不是，就是真的他们可能就是脱水流太多汗，对，然后可能借由比如说，因为它导电也可以借由人跟人去传导，所以假设你导不了电，然后我导得了电，所以我可以比如说我这样就是跟你牵手或干嘛，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情传给你，然后又可以达到那个导电的效果。然后还有发现就是比如说你在户外的时候，可能你穿一些就是比如说胶鞋，或是比较绝缘的东西，对，比较绝缘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就让电是没办法导电，或是你的手可能刚好碰到一些绝缘的物质，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例如说，因为这些其实我的理解啦，我会觉得好像这些 workshop 它其实互动性其实又比可能说之前就是可能说单纯找表演者来，然后跟场景大家听歌的那个方式互动性又更强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蛮好奇就是这些有来参与的群众，大家的 feedback 或甚至是不管是主办或协办单位，大家的 feedback 是什么？有没有跟以前有什么比较特别或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族群会差蛮多的，因为今年来说，以往会差蛮多的，因为尤其今年来说，我更有意的想要往互动跟策展去走，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派对感是更薄弱，或是更降低在里面。因为像以前我还是会比较去强调曲风，或强调怎么样的风格，但其实到今年我就不太会以曲风为主，基本上是往塑造那个空间的氛围去就怎样是一个良好的互动体验，对，大家感觉到。因为我其实之前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你们，但还是比较多水缸的那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那种小时候去就是屏东那海参馆不是有那个触摸池吗？其实小时候觉得摸那个，对，有什么海参啊、海胆那个东西，其实摸起来那个时候是觉得蛮好玩的。但是想说我因为你那个活动好像有不少，其实也是有蛮多小朋友去的。对啊，我想说他们会摸到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小时候的体验有蛮多不一样的那个体验，因为好像就是你触摸这些不管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的时候，好像跟他们有另外一种，可能说透过音乐嘛，有另外一种连结嘛。就以前可能只是单纯的触感，但现在除了触感之外，也有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回馈之类，这个或许就有点像是联觉吗？我不知道，就是摸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它会产生怎样的声音的这种感受。没有啦，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摸到一个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冰的，这个东西是硬的，这个东西是软的。可是其实好像大家生活里面不太会有什么经验是，摸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可以想象说这个东西会发出怎样的，或它代表了怎样的声音或是震动。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蛮经典的专辑吧，那张叫什么？Planet of Earth 吗？还是叫什么？就是那个对，那个植物的，对，植物的那张专辑嘛，你们有这个算是有受到跟那个会有受它的一些启发吗？还是？我觉得喜好来说，或是审美来说会有受到影响，但其实，在这样类型的创作来说，其实没有直接影响。应该说，它还是有一些创作层面在，因为那时候总共到现在，我大概收藏了20-30颗的水晶，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我会为了这些水晶去设计一些我认为它应该要属于的音色。对，然后它其实不是一个音档，它是一个音色。你没有去触发它不会产生声音。对，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我认为的创作层面在里面。对，比如说白水晶，它可能白水晶它是白色的嘛，它就是水晶，那我就会赋予它一个关于这样的形体的一个想象的声音。所以其实大家触摸这样讲，其实大家触摸到的东西发出来的这些这种物体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有某部分来说都是你赋予了他们，你想象中这个东西摸起来应该产生。那其实这也算是你蛮直接的创作。它其实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我赋予它的声音，但是因为刚刚的分享，它又会透过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会有一点点细微的不同。比如说小朋友他其实导电性很好，比我们都还好，因为他身体比我们还健康，所以他声音其实会比较亮一点，或是比较敏感一点。那例如说你在赋予这些物件音色的时候，你的例如说这个思考
或者是创作的过程会是像什么样？比如说你如何决定要赋予这些东西怎样的影子？其实就还蛮像在做sound design的过程啊，就是我当然先看它的形体、它的颜色、它的 maybe 重量、它的感觉，它有刺或没刺，它的形体的形状、圆滑度、材质等等，那些都会影响到整个设计里面。比如说我如果今天选了一颗石头是表面比较粗糙的，那我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加一点noise 的效果，就或是有一点点细微 distortion 的效果，它就会有一点点那种脏感或是 glitch。那如果是白水晶，它颜色感很透或是不透，那很透的它当然就那种穿透感、清晰感、比较轻薄的那种，对，会更强烈。那例如说，如果是这个台湾啤酒的，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跟23合作过啊。真的假的？就今年23他们10周年，然后也是有找我合作过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原本比较理想是他们的每一款酒的原料或什么真的可以呼应到声音，但后来就有一些各种条件啦，所以没办法做到那么的深入。所以后来我就是比较单纯，我就是跟他们选了好几罐不同的啤酒瓶，然后我把那边变成一个鼓机，比如说我这个就放一个大鼓，这个放一个什么，所以让大家在现场就是摸酒瓶，就会变成一个现场的可以玩的动。对，那个模式就是更单纯，它没有太多复杂的演算在里面，就是反正我就 trigger 它就会，它就只是一个 trigger 这样，我反正摸一下就跟按一个按键是一样的，是一样意思，有点像是在玩手指鼓吧，只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玩，了解，以及你可以跟好几个人一起玩，因为手指鼓就很小嘛，你顶多就是一个人玩。那例如说，像我们刚刚其实从前面从博人一开始的比较偏 production 这样的形式，到后来可能更多是比较中大型的活动，到现在更偏向一些可能说工作坊的活动的这些过程中，你觉得，因为里面除了自己创作这件事情，也会涉及到跟可能说不同的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品牌合作吧，所以可能说例如说从中大型的就单纯的 production 到中大型的这种 gathering 的活动，到小型的这种工作坊的形式，如果说有需要跟不同的品牌或单位合作的话，各有什么就不一样的经验或者是心得？有点广，对。那我想一下我怎么缩小这个问题好。例如说，因为我会觉得好，我不确定，我想象是这样，但如果不确定，你可以纠正我。就是假如我觉得好像感觉其实 production 它某方面来说会是相对单纯的嘛。因为有点像是你根据你过往的那个背景嘛，就是像是偏 agency 的话，其实客户有怎样的需求，我思考他的品牌形象是什么样子，影像，然后音乐这些东西出来，然后就是去 fine tune 就 OK 了。但如果是到可能说后来说可能是中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来，到后来是也可能是更小作坊、工作坊的形式的话，那合作的形式或是跟客户，不管是跟客户提案，或是展现的形式，又会差蛮多的。对啊，但例如说在这些事情里面，你会觉得合作的框架会有怎样的改变，或甚至是来找你们的可能说合作的单位会有什么不同？其实跟我以前做影像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前完全是做服务啊，就是反正我就是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服务他嘛，然后他们想改什么我就得改什么，但开始做博人以及甚至到后面做比较往策展跟工作坊的角度，其实他们会蛮像是已经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 topic 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们不太会改我们什么东西，他就是为了想要跟我的内容或是我的 concept 做，所以其实我就是也算是蛮像是在做我的创作，然后其实都还蛮顺，会蛮自然而然，就是可以符合彼此的需求。所以他们其实看中的找你们合作的契机，其实是看中你们的品牌调性，还有我做的这个作品，它的对于他可能这档活动，或他对于这个商品，他这一次的 maybe announce 的东西是有一些连接的，有宣传点的，有主题扣合的，那这种他们就比较常会来跟我们，甚至是今年也有做了一些是偏音乐创作层面的，像这种类型，其实比如说我今年有在帮公共艺术做，也有在帮一些空间做音乐，然后有一些是 original 的，其实那种他们其实基本上也不太会改太多我们做的东西，因为基本上就是他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专门在做这样类型的主题，所以他们有点像就是已经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但会有遇过那种就是合作伙伴来找你们，或者是不管是因为有些品牌，比如说我觉得大品牌他们都很容易去说把自己的品牌要素扩展到各个面向。我今天想要，因为我品牌够大，我可能说原本的支撑就够多，我想要跟谁合作，我一定可以筛出一些元素。例如说今天随便假设 Nike 如果要找博人合作，他一定可以找出一些运动或者是户外品牌的线来跟你们合作。但你们有遇过说那种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但是又想要跟你们合作的时候，就是他们没有那么适合，但又很希望跟你们合作的时候，这你要怎么去突破或者是去融合嘛？其实以我做到现在这么久，其实蛮直接就是看对方预算啦。如果他没有预算，其实就是看那我们彼此能交换什么东西吧。假设我们真的有可以交换的地方，那也有时候也还蛮乐意，就是可以有一些合作啊。比如
说曝光或者说好玩的事情。就是更偏向就是好，那你可能你的品牌的要素没有那么适合的话，我们就看可以怎样去玩出一些再创造新的东西出来，不一定哦。但基本上会合作的都还是有一些连结跟关联。例如说近期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说跟算是比较商业性或是跟品牌方合作的案例，会这样觉得？近期因为其实今年下半年蛮多都还是跟那个水晶系列有连接，但我觉得也许可以分享最近的吧。最近就是因为也是有一个算是偏真的是身心灵产业的一个平台来找我们去做工作坊，要跑到高雄去开课。然后那一次我就在想说，因为他们整个他是整个企业的人在那边，一个部门啦，然后整个部门有50个人，都是那种偏工程师类的人，需要舒压。对，但是因为他在高雄，所以我没办法把整个大装置带下去啊，所以我后来就想，那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一样是结合我的技术跟用这种比较科技的方式去带出一些疗愈的感觉。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模式，就是我在前面演出，就我就真的设计了60分钟的一个算是偏 ambient 音乐，然后我再让学生去分组，然后每一组桌上都会有一个小物件的这种水晶的互动装置，所以有点像是我邀请他们在我演出的过程中，可以借由他们的触摸，可以加入我的演出，是一个大型 live set 这样。对，但是他们是可以跟我共创，他们可以丢一些声响过来，或者丢一些什么过来，有点像是一种内训加，也不能算内训，就是一种大型的。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要做 team building， 但我觉得那一次后来有个可惜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效果没有很好，因为那时候在打棒球赛。你说跟他们都在看棒球啊，就是我都看他们偷在那边下面看棒球，对啊。这会影响到你后面去，还是预算够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尝试啦，就觉得也还 OK， 蛮有趣的。好，那我觉得关于这个东西，我就是再问最后一题，就是例如说博人做到现在，你会觉得遇到例如说需要去切分，包含像是或者是一定要抓一定比例的面包案，跟可能说是自己真的做更多，自己有更多主动权或者掌控权的专案的状况发生吗？因为这毕竟还是涉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其实现在的状态，我会觉得80%都要是面包，因为我是以公司在经营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是我的正职嘛，所以我势必得东西看得比较理性跟比较务实，但是我也会有意的去让那个20%是我自己主动去开，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不用等品牌邀约啊，就我可以自己去问有些有趣的品牌有没有兴趣做一些联名的事情，或是结合一些像展览性质的事情，对，所以像我现在到明年都有在跟一些品牌谈一些这种类似的合作，就我主动的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去结合，把我的技术跟我的内容去跟他们的商品做结合。因为我会觉得蛮不容易的是，特别是应该说在台湾，就也不要讲说台北，就是在台湾或甚至是全世界，要做创作，就是有自己的形状、有自己的调性的这样的创作的团队，要靠抓下去生存下去，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同时就是，如果是说对于这种可能说不管是新的就是这样的团队，那大家就如果你不只是想要单纯当一个就是传统的 agency 的话，是想要保有自己的调性跟就是可能说自己的品牌精神在里面的话，那但是同时又可能说需要靠外部的不管资源，不管是专案啊或者是政府的补助去往下走的话，那你会给大家这样的团队怎样的意见？就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或怎么去调配自己的节奏等等。我觉得蛮大的建议应该是会觉得要突破一些形式的框架，就是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自己是 DJ， 就永远都是 DJ， 他就可能不会碰创作，等他碰创作，他就不会觉得自己要是一个表演者之类的，或是我的合作一定得是那种很传统的甲方乙方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不是一定要很锁定在某些区，其实这些事情你反面讲都是绑住你自己的一个枷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不管现在到未来的整个时代，我自己觉得其实会更没有所谓的框架跟界限，所以其实如果能够保持小团队很弹性的去跟跨界构结合，或者做一些调整，其实我觉得会是蛮必要，尤其是在文创产业要生存的一个必要的技能。就是反而就是不能把自己要很弹性的 maybe， 甚至是 maybe 你每一年每半年都要做一些调整。因为我相信其实有蛮多团队他其实会就是在怎么坚持自己的品牌的核心理念，跟可能说如果你同时又是就是需要靠这些案源去活这个品牌或是团队的话，就会遇到一个比较拉扯的点，就是说我如何同时坚持我的品牌的核心理念或是调性的同时，但是同时又能够去服务就是 partner 或者是外部的合作品牌这件事情，会就是要怎样才能不要落入说我被可能说追着前跑，或者是然后因此可能说我越来越少时间可以做我可能说原本想要不管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原本品牌
牌的那个味道丢掉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就是你要量化是什么叫做品牌的调性跟品牌的状，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怎么讲，自己为了好玩，为了可能看到国外有类似东西觉得好玩想做，其实有时候不一定适合在台湾的状。你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得把，就算是你觉得兴趣好玩的东西，你都得把它的商业价值抓出来。等于是本来就要用一个，尤其是做创作，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理性的角度去看啊它的商业价值。你说除非你家里就是一开始就是你有无限的资源，不然在一开始就要想好，就是说那如果要不管说生存下去，或者是说这件事情的永续性，对，就是一开始就要想好这个策略。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需要去可能说同时平衡这些生存的压力跟你创作的那个欲望的时候，你会激发出不一样的东西。但可能说今天你没有来自于一些可能说其他的外部压力的时候，比较多可能是你自己在内部去反省，或者去跟内部去自己在做冲撞的那些过程，怎么去转换这些事情。但例如说在你过往的经验里面，包含像因为你们现在，我觉得博人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蛮多都是有点像你从可能说包含像你自己原本就有可能说 agency 的背景这件事情，所以听起来是你在一开始设立博人的时候，或者创立博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思考到说，哦，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博人的品牌的调性，我要如何让它有商业性的可能，是这样。我也不敢说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啊，因为这其实是会一直在调整。但是我确实一开始就是用公司的角度在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步、每一个想法、每一个策略都是比较严谨啦，不能太个人，就不能太天真了。对。哦，这样做比较好玩，那还是得满足好玩。其他就是得比较务实的去分析什么好，怎样就好玩，怎么样也比较有策略的去做吧。但这样应该说，那回到像那如果再拉回一点，就是那例如说开始做博人之后，跟以前在 agency 服务的时候，刚因为前面其实有提到嘛，agency 就是或者是我就是无限的去服务客户的需求。但今天如果拉回来说，我自己有一个东西，我自己有一个形状的时候，有品牌来找我合作的时候，或是我看到有兴趣的品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跟可能说品牌跟沟通或者是服务？因为讲真的啊，我随便举例，例如说四大，说奥美啊，或者什么Leo 这些东西，他们其实是不会有所谓品牌调性的。我就是一个专业的广告代理公司，我就是想办法把你的品牌做到最好。但今天如果是例如说像博人，他是有自己的理念跟他的你说品味在，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因为这变成是如果要把就是变成是两个有形体的东西，要如何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创造更多有趣的事情的话，或者是不会显得突兀，就是因为有些类名就很奇怪，但如果说要以你的经验，要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或者是怎么样让这个事情变得是自然，甚至是可以1+1大于2？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跟前面单纯服务？我觉得，因为像我觉得我以前还是多少会做了一些那种奇怪的点或奇怪的事情。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对，一定会啊，因为你会不知道方向嘛，然后在台湾做这些事情，其实又没有什么潜力可以参考，然后又没有太大资本的情况下，其实就得去各种的尝试错误。对，只是我会觉得你可能要让自己尝试错误的成本降到最低，你才有可能去尝试更多。然后当你尝试错误了几年，你慢慢就会发现，或者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得做一些减法吧。然后你可能也会更知道那个可能未来的路会是怎样比较清晰的状态，或是一个比较适合去长远来看待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无法避免，一定会去碰到一堆错误跟一堆失败的景，跟一撞墙的景。好，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些跟品牌合作的经验里面，我蛮好奇的一个点是，就是你这边的观点会是什么？例如说，常会觉得说，现在蛮多大品牌，因为像现在特别是不管是在国外或跟台湾最近也越来越盛行啊，就是会开始找可能说不管是 DJ 啊，或是表演团体，为了可能说品牌的不管是行销的活动或者产品发售的活动去办活动，然后同时他们因为资源又很多，所以给他们怎样的类型的活动都可以办，但是同时又会感觉有一种隔阂，就是其实实际去参与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活动其实我在任何一个品牌都可以发生，其实我跟这个品牌没有距离感比较强，对，距离感比较强。但是同时，但是在台湾可能说小品牌其实或许也有这些可能说办活动或结合的机会，但是挑战可能同时又是怎么说？我觉得相对于大品牌来说，虽然说大品牌它的选择比较多，但有距离感，但同时是小品牌它在这一方面它又是更难做。但这一块的话，你会觉得以小品牌他们可能说品牌特色比较强烈，然后不适合去做太多，比如说可能是产品线或者品牌调性就强，不适合做太多展开的时候，这一块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好？我反而觉得大品牌它的限制更多因为它如果今天是大品牌，它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大品牌的 guideline，
很多什么有的没的规范要去符合。甚至你来的人要穿什么衣服，你可能比如说你的是酒商，你可能也不能有其他的酒出现。所以我反而其实觉得小品牌它有更多的弹性跟空间，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更实验的事情。它可以更是以一个有趣的本质或是自由的本质去设想说我怎么样让这个活动有趣。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不是预算的问题，你甚至可以用很小的预算去达到那个效果。只要你有让自己跳脱框架的思维的话，对啊，我是这样子想。那例如说，因为像这一次13号 Alive Forum 在 Stage Space 会办的活动的话 ，Alive Forum 算是 Tobira， 那就是被在台北的线上的选货店，它这样引入的一个日本的算是设计品牌吧。但他们的概念其实就是偏向是以它就是用3D 列印去列印它，主要是可能说鞋类的产品，然后有蛮多的流线型跟科技感在里面，然后刚好跟你们最近在尝试的有些东西有蛮接近，就是在这一块的话，例如说，因为等于是这一次也希望就是有一个可能说小型的发布的 party， 让大家可能说用除了像平常在showroom或展间去看这些鞋子之外，有一些更多的互动，或者是透过可能说音乐这样的方式去让他感受到品牌的调性的话，像照你刚刚讲，你会觉得小品牌 Alive Forum 可以怎样去操作，或是如果是由博人这边去构思这个活动的话，会用怎样的方式去玩出好玩的东西这件事情。也因为他们刚好这次的 concept 是跟一些盐城或是地质有关嘛，所以我们刚好最近11月有做了一个作品，它就是一个互动装置，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跟盐城有关造型的一个装置。对，所以我就那时候跟他们在聊的时候，就有想说，那搞不好其实这个装置是蛮适合置入在这个活动现场，可以变成某种形式的互动体，它也可以变成是承载它商品的一个媒介。这个装置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当然前面就是会有一些盐城的结构的造型，那它本身也是一个音箱，然后我上面有做了几个不同的触碰元件，是一个金属花的元件，然后当你去触摸花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关于历史的声音。当初的设计理念是这个样子。这个作品是我们那时候参加台北市的地景艺术计划做的一个作品，然后因为那个作品当初是展在北门，北门它其实是呼应当地的一个残留下来的一个石墙的结构做呼应，其实刚好跟他们这次 concept 有一点点重叠到的地方，也算是有点把公部门这种比较政治正确的装置，但是转到一些潮流上的应用，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做更多的不同面向的诠释。对，因为他换了一个场域，其实它的面貌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可能他原本可能说在地面上，然后因为这次刚好活动可能是在地下室，在地面上，然后他可能说白天的时候会有更多承载，可能说是地景的历史感，对这件事情，但同时怎么把这个装置可能说转换成就是说它有搬到地下了嘛，那空间上也有变化，但是又有科技感跟未来感这件事情，但同时又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材质或是纹理，去呈现，其实你会觉得在转换上会有困难吗？还是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蛮自然的事情？我觉得以这次来说还蛮自然，不管是形体上，或者是整个声音的身上，其实我觉得都还算蛮自然。因为本来我在声音的设计上就有以一个比较有一些历史声音，就是跟可能石头啊或是什么有关，然后再来它一些定期轮播的这个声音，其实也蛮适合可能除了派对之外的展览时段使用，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自然可以融合的。那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可能说博人跟可能说 Alive Forum 这样结合起来，你觉得这样两个品牌之间碰撞的或者是融合的这个亮点，就是在这个活动上的亮点会是什么？跟就是像刚刚提到，就是小品牌可以玩出更有趣的东西这件事情上，你觉得它最有趣的点会是什么？就你自己现在感觉？我觉得是大家来这个活动，他可能没有预期到会有一个互动装置在现场，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惊喜吧，因为甚至是在宣传上并没有太强调它是什么东西或长什么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来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惊喜，是会以为是为了这个活动做的一个设计。有时候可能大家进来原本想要说是我就看到好几个展台，然后对，有一些雷射啊或者什么，就是像一般你看到那些很强烈的展示商品的感觉，但这是感觉我不确定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但是感觉想要更把它当作是装置艺术的方式去呈现，把就是包括像你们原本的互动装置跟它的产品这样结合在一起，有一个比较更艺术观赏的方式去传达给大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把原本是存在比较艺术范畴的东西，它反而是有一种形式是可以更
更接触人，或是更去接触本来不是他该接触的那种潮流或是音乐族群的人，所以他们看待这个作品或看待这事情的观点会完全不一样。但对吧，我也是蛮期待，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可能说活动发生的当下，大家怎么就是变成这个品牌或是产品本身也成为就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这件事，就是它不会就是可能说像是那些大品牌的，可能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很大的，可能说酒标啊，或者是我的酒就是放在一个像是橱窗里面这样的感觉，是它很自然的，就是像我们可能去过一些很酷的 party， 或者是像博人过去一直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装置融入在自己的活动里面，这样的就是它变成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这个场景是为了这个商品而产生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会是蛮期待的。对，我觉得它也会让商业性稍微降低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前面提到，商业性太强，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会有距离感跟隔阂的地方，就是会很抽离，就是这个突然有一个广告看板在这个活动里面，就会觉得很解这样之类的那个感觉。但是如果今天真的可以做到，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放在这边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自然，然后特别甚至是说，让这个地方变得是更酷的一个状况，那它就是一个品牌跟就是这个活动是这个品牌确实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状况。我是蛮期待，也蛮希望会是这样产生的结合的样子吧。但这一档活动13号，这也算是博人今年最后一场活动吗？还是你们会一路忙到在这活动之后还会忙到年底？没有，今年应该没有其他以活动来说的事情。所以做完可能就是都在准备明年的，已经在准备明年的计划。确实，这样是，所以等于是到过年前，博人就是这样，你们就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明年再没有啊，其实没有在休息啊，就是已经在准备明年的计划。但你明年有打算有很多提案要写啊，然后要投一些东西啊，然后也有一些补助在写啊。那明年主要的，就是说现在谈起来主要的方向会是什么？我现在可以分享，就是明年我第一季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展区的计划，或是比较常态型的，有跟一个品牌合作。是在台北吗？还是在苗栗？可以透露是什么类型的品牌吗？还是现在不确定？那应该说，如果再拉到可能说比较大一点，就是那整个可能说博人在可能说明年或甚至是2-3年以内，会有觉得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是新的规划吗？我觉得我会开始想要往一些空间经营的角度想，可能也慢慢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更能承载跟去连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跟在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会更明确的往一些展区设置的角度去做。因为你们现在办公室就已经，你们新办公室就是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空间嘛，所以等于是你会在那边再做一些不同的活化跟对，我会想把我现在地下室闲置的空间大概有快30，会想要做成一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对外可能做工作坊或小活动，或是 pop up 的一个空间，因为那一带比较少这样的空间，因为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地点型蛮不错的。然后展区规划就是不管是对于自己现在那个你们办公室空间的规划，或者是去协助可能说外部的单位去做规划，都是在考量之内的。对。但那之前的，例如说 production 类型的东西，你们还是会继续去进行。其实这2年已经越来越几乎没有在做了，就是有时候一些旧客户会来找我，但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主动在推，我觉得也算是可能做到现在的状态，也很难再跳回去做原本的 production 的事情。为什么？蛮好奇，就是因为整个思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我已经很难再去可能巴结客户啊，或是为了客户去做一些很弯腰的事情，我觉得已经蛮难的了。所以现在感觉是应该说基于自己的品牌的调性跟优势，去怎样可以创造更有趣的，主要是听起来是希望是未来是跟人的互动的体验。对啊，我们会想做一些还是会想做活动，但是不会那么频繁。也许我现在目标是也许1年就办一次，但是我想要那个活动它的本质上是更有记忆点跟延续性的，然后更偏沉浸式一点的内容。那你们有一天还会，也不能说有一天会有计划，有一天再回到山林里面吗？如果有好的机会，都还是不排斥啊。只是因为我们做了2-3年，基本上已经把容易去的地方基本上都去完了，所以剩下更难的，可能要真的上到深山，或者是什么玉山，或者是外岛，那就真的需要更多的资源跟。接下来可能真的就快要变行脚节目了，如果要再往里面做的话，差不多。那感谢 Gary 今天的分享，真的获益良多啊。那这一集我猜应该可能明后天就会在就是 DOT Radio 的平台上面发，感谢大家，谢谢大家。